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被批演技后首发旅行照，粉裙造型疑似隔空回应争议。赵丽颖在酱园弄中演技遭质疑，被批花瓶和台词生硬，编剧汪海林更直言其表现不如杨幂。面对风波，她晒出轻松旅行照，展现好心态与完美身材，暗示不受负面评价影响。从农村女孩到收视女王，赵丽颖用实力证明自己，这次或许只是小失误，期待她以新作品惊艳回归。最近，咱们的收视女王赵丽颖可算是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演技风波。陈可辛筹备10年的大作《酱园弄》上映后，那舆论的风向啊，对赵丽颖来说可有点不太妙。电影里，赵丽颖饰演的西林一角，本应是个极具深度和魅力的角色，可不少观众看完后纷纷摇头。有人吐槽她的演技，说她在片中的表现就像花瓶，中看不中用。还有人批评她的台词功底，说她念台词时那叫一个生硬，就跟小学生背书似的，完全没有融入角色的情感，让人出戏到姥姥家了。这其中，著名编剧汪海林的点评更是像一颗重磅炸弹，直接把赵丽颖送上了热搜的风口浪尖。汪海林直言，在《酱园弄》里，赵丽颖的演技比不上杨幂，还说她的角色光知道宣讲大道理，却缺乏实际行动，让观众看得云里雾里。这一番话可算是点燃了粉丝和网友们争论的导火索，网上瞬间吵得不可开交。粉丝们自然是力挺自家偶像，各种为赵丽颖打抱不平。他们说，赵丽颖之前的作品那可是步步出彩，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，哪一部不是口碑爆棚？这次在《酱园弄》里，说不定是角色设定的问题，不能全怪演员演技不行。但大部分网友却不太买账，他们觉得电影里赵丽颖的表现确实让人失望，和她以往的水准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面对这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批评，咱们也不禁要为赵丽颖捏一把汗，心里琢磨着她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！就在大家纷纷猜测赵丽颖会如何应对这场风波时，6月20号晚上8点39分，赵丽颖在短视频平台上晒出了一组旅行照片，还配上了一段俏皮的文字，记录一次遥远的旅行，想去迪士尼线美美。嘿，这一举动瞬间吸引了无数网友的目光。从照片里可以看到，赵丽颖心情那叫一个美，完全没有被之前的风波影响。她穿着一身清凉的夏日穿搭，尽显好身材。一件简约的白色露脐短上衣，恰到好处地展现出她纤细的小蛮腰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这身材管理也太到位了吧。下身搭配一条浅灰色的长裤，青春又活力，大长腿更是吸睛无数。再配上一顶时尚的遮阳帽和一副墨镜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气息。网友们看到这些照片后，纷纷开启了脑洞模式。有人说，赵丽颖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演技风波呢，用这轻松的旅行照告诉大家，她根本不在乎那些负面评价，生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，心态好的没话说。也有人猜测，赵丽颖这是在暗示自己要像这次旅行一样，抛开烦恼，重新出发，在演艺事业上开启新的篇章。其实，咱们冷静下来想想，赵丽颖能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配角，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的一线大明星，靠的可不仅仅是颜值，那演技也是实打实练出来的。她拿过的奖杯，那可是摆满了衣柜子，像飞天奖视后这样的重磅奖项，就是对她演技的最好证明。这次在《酱园弄》里的表现，也许真的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，又或者是角色与她本身的契合度不够。毕竟，就算是再厉害的演员，也不可能每一个角色都能演绎得完美无缺。而且，娱乐圈本就是个风云变幻的地方，今天被捧上天，明天可能就被踩到脚底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但真正有实力的演员，
是不会被这些外界的声音轻易打倒的。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个努力又坚韧的人，她的演艺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挑战。从农村出身，没有任何背景，到如今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，这其中的艰辛，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她在每一个角色上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不断打磨自己的演技。就拿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》来说，她把盛明兰这个角色的聪慧、隐忍和坚强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们仿佛真的看到了一个在封建大家庭中努力生存、追求幸福的女子。赵丽颖近日因《酱园弄》中的台词与表演问题再度登上舆论风口，不少网友对她的演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，甚至有声音称她情绪不到位，语感不够自然。而就在这场风波未平之际，赵丽颖却罕见地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，晒出了一组旅行照片。画面中她身穿粉色连衣裙，长发微卷，神情悠然，背景是一片海岸风景或异国街景，照片整体色调温柔而明亮。乍一看只是普通的出游记录，但细看却有着不言而喻的态度。她似乎在用最美的状态，隔空回应那些纷扰与争议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回应争议的方式从来都不是硬碰硬。多年来，她面对过无数次被不看好的时刻，无论是最初被批长相不高级，还是中期质疑她的演技只能演傻白甜，她都很少正面回应，而是选择继续拍戏，继续用作品说话。这一次也不例外，面对《酱园弄》这一部集合了强大阵容与艺术期待的电影，他的演出却成为观众中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。在首映之后，网友评价两极分化，有人为他辩解角色定位本就沉默内敛，也有人直言和易烊千玺、章子怡等人一比，立马显得平淡。这组旅行照的发布，不禁让人猜测，他是在转移注意力，还是在表达自我。粉裙造型、随性笑容、惬意站姿，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一种我很好的讯息。在负面声音最多的时候，他没有发长文解释，也没有找团队发声明控评，而是用最轻柔、最优雅的方式告诉大家，我依然在生活，我依然热爱这个世界，也依然爱着表演。细看赵丽颖这一路走来的经历，其实可以理解她为何总选择以静制动。她不是一个会用言语去辩驳的女演员，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北方姑娘特有的倔强与隐忍。即使被误解，即使被放在聚光灯下放大每一个眼神与语调，她也选择默默吸收这些声音，然后转化为下一次努力的能量。粉丝们对此早已习惯，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她。我们颖宝不是最会说话的那个，但她一直都最努力。双引号。旅行照的巧合发布，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言。他没有逃避争议，也没有刻意回避风波，而是告诉大家，风暴过后，他依旧从容。粉裙的选择也耐人寻味，不同于红毯上的华服造型或剧中厚重服饰，这件轻盈的粉裙简洁但极具温柔气质，配合他一贯的清澈眼神，呈现出一种无攻击性但不容忽视的美。这种美不是惊艳四座的张扬，而是一种历练过后的安然。他在镜头前没有故作坚强，也没有故作无事发生，而是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状态展现给所有人看。你们可以批评，我也可以微笑面对。事实上，在如今这个信息极度爆炸、舆论情绪化的娱乐环境中，很多艺人都会陷入被标签的处境。而赵丽颖身上的标签可能更多一些，草根逆袭、拼命三娘、演技尴尬、收视女王，这些词语里既有褒义也有贬义，但无一部将她框在了一个个固定的视角中。演技这件事本就是众口难调，尤其当她身边是章子怡、周迅、陈冲这样级别的女演员时，观众的比较也在所难免。她可能不是最技术化的那一个，但他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节奏，而他似乎也早已明白，争论不会停止，与其在泥潭中拉扯，不如优雅地远离。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是否太苛求赵丽颖了？
一个女演员是否非要震撼级演技才配拥有热度和资源？赵丽颖作为一名走过10余年影视道路的演员，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，再到幸福到万家，她并非从未有过高光时刻。她的成长和变化不是靠一个镜头爆发，而是靠一部又一部作品稳扎稳打。她或许不是舞台型的演员，不善于在镜头前撕裂式演出情绪高潮，但她善于在细节中表达生活质感，这是她的优势，也是她值得坚持的表达方式。这组旅行照同时也给予粉丝们一种强烈的安心感。在外界看来，赵丽颖被推上风口浪尖，但在粉丝心中，她还在走她的路，一切都好。这种信任与支持，不只是因为她美丽的外表，更多的是因为她一贯的沉稳与踏实。粉丝们评论道：“不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。”喜欢她从不内耗，永远坚定安静的前行。在一众靠热搜和炒作博版面的明星中，赵丽颖这种看似无声，实则有力的姿态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。有人说，安静的女孩最有力量。赵丽颖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象征。她从不张扬，但从不退让；她不求掌声，但不惧质疑。她是那种即使全世界不理解她，她也不会放弃自己理想的人。这种韧性来自生活，也来自她对表演真正的热爱。她用无数次的坚持与沉默告诉我们，不完美不可怕，被质疑也不可怕，重要的是你是否还愿意坚持初心，是否还能在最动摇的时候找到内心的方向。也许旅行照只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，但她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，成为了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表达。在被争议裹挟的环境下，她选择用生活和美来回应，而非怒对或澄清。这种回击虽然没有语言，却比任何文字都有分量。最后，想对所有关注赵丽颖的人说一句话：一个真正值得被喜欢的人，从来不是不会出错的人，而是即使面对误解和风浪，也能坦然前行，不失本心的人。赵丽颖正是这样的人。她或许在某部作品中表现不尽完美，但她从未停下成长的脚步。正因为她的坦率、勇敢、不伪装，我们才更愿意陪她一起经历这些高低起伏。愿我们在生活中也都能拥有赵丽颖这般的力量，在争议中保持优雅，在误解中坚守自我，在沉默中继续前行。她没有用一句话回应批评，却用一张照片、一袭粉裙，让所有人看到了属于她的态度与答案。安静，但绝不退让；温柔，但无比坚定。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飒。王一博匆匆6年，从青涩少年到万众瞩目，他经历了什么？从男团舞者到极限探险家，王一博以27岁的年纪活成了跨界传奇。攀岩、滑雪、赛车、冲浪，他玩什么像什么，做什么成什么。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的狠劲儿背后，是征服40度高温徒步、天坑速降、岩壁手攀的真实战绩。当内娱沉溺真人秀时，他正用 Discovery 金奖纪录片探索心境，证明生命的力量在于不断突破边界。一段激扬的音乐里，各种震撼画面轮番闪现，跳伞、追风、潜水、航海，在多位当代知名的探索家中，他那张唯一的东方面孔格外惹眼。Discovery 探索频道6月发布的一支40周年庆祝宣传片，以回顾精彩故事来致敬人类精神。镜头掠过时空，他在悬崖上、暗洞里、雨林中的真实探索，是故事的新章节。他也给出了又一个范本。当很多同行在内娱上综艺，演着满是戏剧性元素的真人秀时，他在户外跑山野，做着实境挑战的真人秀，并以之记录，直抵未知。他有很多时间段，貌似都干着和娱乐圈没啥关系的事儿，比如去赛车、练滑板、打电竞，甚至销声匿迹不知所踪。一些场合、盛典、颁奖礼也没在，但是一涉及这个圈子和其间的人与事与作品，很多人言必提他，如同一种缺席的在场。也许再过一些年，
他会让大家由衷说一句：这哥们儿真是个传奇人物。男团05出道，成为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，再从演艺圈一把干到户外圈，他把职场路开出了赛道感。2025年6月，他新近发布的一组照片，是在陡直如刀削般的崖壁上攀岩，戴着头盔、安全绳索、全套装备，铺满镁粉的手掌插入缝隙中的握点，整个人悬垂在巨大的、高耸的岩面上，狂野粗糙，却稳如磐石。曾经也有一个6月，他一袭素衣，清冷如雪，以势破天惊般的容颜气度，将一位压正端方的世家公子陷于荧屏。那不是他的首作，却让他真正的一跃而入大众视野。那是2019年，一年复一年，匆匆又夏天。彼时至此，整整6年。这期间，他每出现，都让人愈加惊觉。就像攀岩一样，每一个脚点都撑着他往更高处去，险河难居增，见与之则更远。往后的很多年，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，再干出什么也都不会觉得奇怪，因为跨界出圈已成为他的一种参照系。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对他而言，唯一可以预料的就是不可预料。而今，他也只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。王一博内心听到一声巨响。这个6月，他还官宣了新广，是我熟悉的一个挪威品牌 HH 最高 title 全球品牌代言人。就像我喜欢的2个人彼此成为了朋友一样，合拍的同频的到底是会在一起，那感觉说实话挺爽。与自己欣赏的人能暗合生活的某部分，本身也像是一种独特的连接。爱滑雪的人对 HH 都不陌生，我也一样。每到雪季的周末去 downhill 时，无论是哪个雪场，那满山满谷的高手穿 HH 的不在少数。他们是典型的装备党，不光膀子也不秀肌肉，不 cos 角色也不玩变装，更没有所谓公主抱带滑，就主打一个专业、低调、自得其乐，态度那叫一个老实端正。但他们却无意间遵循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中国古语，雪具雪服那真是全虚全影完备精良。HH 2个字母在眼前晃过的频率非常之高，就像始祖鸟的硬壳、巴塔哥尼亚的抓绒、猎人的雨靴一样。HH 的滑雪服也是其强项，当然其航海系列更是看家本领。要知道挪威历来以航海探险著称，峡湾、维京人、北极科考、横渡大洋，对疆界的开拓和对更多自由的追求，已渗透在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产品调性和品牌精神里。我特意去看了王一博的 HH 广告片，御风而行，辽阔有质感。而他的形象，半长发、坚毅的侧脸、身形利落，加上果决的眼神和操作，那种风度气场甚至超越了街舞3时期。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引导或者铺垫才进入预想的状态，而是全凭本心自然而然就呈现出片子所要的精髓，浑然天成。片中说，就像内心听到一声巨响，人为什么总是向往去到更远处，为了纯粹的拥抱自由，寻找新的方向。我相信这是他自己的内心独白，而不是仅仅是广告词。我那向往自由的心灵简直经不住这样的诱惑，当即冒出来的念头就是想去学帆船。家附近就有实体的游艇俱乐部，提供青少年和成人 Can Sail 课程，包括龙骨船、动力艇训练和船舶操控。尤其以前住在东海岸的时候，临着大西洋，玩船的人更多。傍晚的水面上都是学员们在练习，还能使用俱乐部小艇和 Martin 16帆船。瞧瞧，这就是王一博带来的直接动力。至于以后能不能买大艇，要不要出海，谁知道呢？像王一博那样做自己喜欢的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金钱是顺带的结果。很久以前看策划人王志刚的书，一直记得他的这句话，大意是做你真正喜欢的、想做的事情，实现了价值，金钱也会自然而至。顺带在这种语境里，其背后是水到渠成的意思。
王一博是对此的完美诠释。HH 也是就这么顺带的来了，无比丝滑。说到这儿，又的提示配度，演员和角色需要适配，品牌和代言人同样需要。连户外服装都得分场景和功能呢。有的哥伦比亚结实的像卡车，有的始祖鸟也搏得像蝉翼，就是说还得看用在哪儿，什么环境气候下，匹不匹配。相遇已非易事，相伴的话，更的是灵魂层面的相近。估计 HH 在看到王一博探索心境时，是眼前一亮，拨云见日的感觉。终于想拿中国市场，代言人要东方面孔，有号召力，有商业转化力，还要 match 品牌，这可太难了。毕竟这个品牌它的属性也太顶，要求的硬指标太高，软指标又太深，找不着人啊。这回好了，王一博从天而降，滑板、赛车、攀岩、冲浪、滑雪、登山，我所知道的内娱能干类似事儿的，上2个人，是窦骁和韩东君。很巧他俩也是我写过的，可见我对玩户外和极限的斜杠青年是多么偏爱。韩东君曾是 HH 的中国欧品牌代言人，窦骁也曾受邀出席过 HH 品牌开幕。和王一博不同的是，这两位都有加拿大多年生活学习的经历，这些项目在加拿大青少年中比较普遍，算是有环境和条件优势。而韩东君的父亲本身又曾是越野摩托车运动员，也多了点言传身教。但王一博在韩国当练习生没日没夜练舞的那几年之后，就一脚踏进内娱，在浮华的名利场打拼。他不是从小就同时拥有很多体验的人，死磕街舞很多年，所以后来又找到一些新的属于自己的方向就相对容易。他纯粹是从自己的喜好角度硬生生的去靠近去掌握各种运动，无论是竞技类还是户外类，玩什么像什么，做什么成什么。当然这也跟他多年在街舞上的潜心磨练有很大关系，他能沉得下来，有狠劲儿，这样的心性无论用在什么领域都不容易败。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地方，他未曾失过手，内心的巨响也从未停歇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青海长云暗雪山，但那里的雪山没有雪道，是高山野雪。单板、大回转 S 线，偶尔一个小跳跃，在高反头晕和5000米登顶之后，这是他纪录片的一个场景。从结果看，是他的工作；从过程看，更是他工作之外的世界。探索心境里，程耳导演以问答对话的方式去触探他的内心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目标是什么？程耳看起来比48岁的年龄要大，额头纹路深重，黑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，语速慢，声音沉，令人信服。王一博和他对坐，认真而坦诚，异色低调，不光鲜，显得相当稳重。俩人一个比一个安静，没有大幅动作，没有肢体语言，甚至没有啥表情，乍一看不像在对话，而是相坐两无言。但有时候静默比激烈更能触动人心。其实前几年好像心里都只有工作，但慢慢又觉得自己的人生也是需要去重视的吧。我就想说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就想说，我应该多去看大自然，在大自然里让我能够感受到生命，感觉到我自己还活着。双引号，好像他正在把本属于自己的却被错失的东西都补上，但又不止于此。从自我生命历程的角度，他肯定更想知道，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成为更好的、更让他满意的他自己。他说话简单直接，没辞令，无修饰，也不用定语，有时甚至带着猛然的憨直。可架不住他干的都是特爷们儿的事。一个没有任何相关技能和训练基础的人，仅凭几天的临场培训和学习，就敢以专业角色上山下海入密林，够勇。事实证明也是。40多度高温下，负重徒步数小时而站立不衰，天坑速降时卡顿在半空而临危不惧，岩壁开线手攀时遇风雨而一气呵成。在这种动辄被定力、勇气、
臂力和体能拷打的地方都顶住了，是真的很强。挑战成功后，他站在山顶上，下面是水田，远处是连绵的喀斯特群峰，场景宏大，视角高远，征服后的满足感必定在胸中翻滚。而他头盔和护目镜都没摘下，只是扯出一个标志性的括弧笑，波澜不惊，稳定的就如辽阔平川之外的一座远山。程耳问他，到目前为止，你经历的最大挫折是什么？就是你想要而没有得到的是什么？他毫无犹豫答：没有。当时面无表情，语气平缓，就像回答要或者不要一杯咖啡那么简单。潜台词是，只要我想要的，没有得不到的。没有。真是顶着最平静的脸，说着最牛逼的话，听得人心头大动。他的狠劲儿都在行动里，轻易不撂狠话。但有些话，乍一听好像古井无波，再一想就被震得七荤八素。没有，简单2个字的背后是有勇气，有热爱，有艰难，甚至有灰头土脸和后退，时刻的拼命反击与再进。能支撑起这2个字，需要巨大的底气。是怎样的毅力和付出，即便旁人也能想象。我所记得的另一个说没有的人是章子怡。杨澜问他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次就是觉得自己快挺不下去了？他答没有，我都挺得过来。这2位都是天赋型选手，已经是老天爷赏饭吃，偏偏还都是玉如于成，功不唐捐。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是王一博多次说过的话。他在海南热带雨林里往笔管绒上头绳子挂支点抛了近1个小时，专注却不焦躁，直至成功。然后说，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知道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在霸王岭自然保护区的湿滑瀑布速降下来后，他被冲得浑身湿透，说的还是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。诗人北岛当年喊出的那句我不相信，是对理想世界的期冀和争取，而这句我不相信则是王一博自身的一种力量和不妥协，更像一种精神的向度。这人天生反骨，不肯被外界影响和左右，希望人生澎湃，充满体察和共情。他有时候一副乖仔样，偶尔还冒点傻气，实际上比谁都狠。而且这人在先天和后天赋能的时候，大概有80%都点在进取心与技能感上了。探洞出来之后，他形容自己的感觉，我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顺畅的去完成，就好像我内心也会觉得没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，完成不了的。从旁观者和同行者的视角看出去，也许更真切。带他探洞的户外专家准备把一博的故事分享给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他觉得一博是一个内驱力拉满的行动派，他始终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，并且在探索的过程中充满信心。他每一项技能都学习领悟得非常快，也成功克服了自己长期以来对黑暗的恐惧，很令人佩服。在杨烁开完新线并手攀完成后，攀岩导师阿邦称他为真正的 climber。 阿邦是国内首位完成 5.14 级别的顶尖攀岩者，对人的体能技能要求极高。他毫不吝啬地盛赞他爬得太帅了，我都说了这小子厉害了，估计这是我教过的学得最快的学员了。他用了最这个字眼，一般在公开场合，人们不会用最来形容，因为显得主观、绝对、有引导性，就像广告里也不能用这一类的词一样。但这个最总是很自然地被安放在王一博身上。我没看过探索心境的首发会，但据说 Discovery 探索频道的副总评价他，王一博是中国最具东方风骨及个人特质的年轻艺人，没有之一。他把敢于冒险和突破自我，在一个非大众化的领域真实地呈现出来，并让个体化的历程转为公众化的影响。执行舌尖的纪录片导演任长真曾说，纪录片的存在就是让大家去关心那些角落里的偏僻一点的人事物。王一博善于把一些非日常的东西推到你眼前，让那些与众不同被更多的人看见，然后让你意识到生命有它的深度和力量，
更好更强也不再是一种虚无和想象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